我们主体物动画都做完之后啊，就可以来做这些零碎的动画。那我们先打开参考视频看一眼。我们先主要看第一个场景的这些零碎物体，它是怎么做一个消失的动画的。好，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往上弹，然后掉落的时候消失，接着它弹的时候呢，有些物体啊还有一个旋转。那其实它这里的零碎物体啊用的动画都是同一个，就是我做了一个动画模板，然后把模板里面的替换成这些零碎物体啊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回到 C4D， 先建一个工程，然后我用一个立方体做里面的模型，把立方体调小一些，调成666，然后拉大一些，现在看不太到。接着我们把它吸掉，因为我需要有一个面啊，把它弄得凸出来，更好方便去看它的朝向，直接把它挤压一个面出来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正视图，把它拉高一点，放到地面的位置，然后 Alt 加 G 打一个组，这个组呢就是用来做弹跳动画的，我们命名为弹跳。接着再打一个组，把这个组啊，它的轴心移动到物体的底部，直接给一个0。接着呢，再打一个组，最外层这个组啊，就是用来移动它的物体位置的。我们调整完后，记得把轴心也关掉。把第二个空对象呢改成缩放，然后最外层这个空物体呢改成物体名字吧。接着呢就可以先来给它 K 一个弹跳动画。好，那 K 之前啊，我看到这里有个数值是吧？我希望它变回0，那我就先冻结一下，这样更方便我们去查看数值。好，K 上关键帧之后，我们记得要把新建工程的速率也改成25。好，刚刚忘记调，现在调回来，这样看起来的效果才能和我们原本的工程是一样的。调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立方体往上拉一丢丢，然后再给它第一个关键帧直接复制过来，调整一下关键帧位置，然后调整一下关键帧的曲线，同样的也是两边的关键帧手柄往回拖，中间的关键帧呢往两边拉。好，我们调整好曲线之后，再来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感觉太慢了是吧？拖一下关键帧，中间这个呢再往回拖一下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给它旋转，再 K 一个关键帧，给它旋转一圈360度。好，我们播放看，现在看得很奇怪是吧？我们在中间再打一个关键帧，让它跳到空中的时候啊，已经是差不多旋转往360度的样子，大概旋转了323度。这个手柄呢也往回拖，再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感觉太快了。我们把后面两个关键帧往后移动一下，中间呢再移一丢丢，移到时针的位置。好像可以再往下来一些，大概到300度左右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我们把框选全部关键帧，将它往后拖到25。好，接着呢就给它 K 一个缩放，先是往下挤压，
直接给个 1.2， 然后复制过来，这一轴也给个 1.2， Y 轴呢给个 0.8。往上弹的时候要干嘛？往上弹的时候就是同样的有一个伸缩，然后 1.1， 接着呢给个 0.9， 0.9， 这一轴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下来的时候就变成0咯。好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关键帧的间隔，让它前面的预备动作时间可以再多一些。然后调整一下缩放的曲线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缓入缓出，然后把结尾的这个关键帧手柄往回拖，这里呢把右边的手柄往外拉，让它快掉下去的时候再很快的消失掉。可以中间这部分关键帧可以再回来一帧，感觉缩放的曲线可以再往回拖一些。选错了，就选这两个关键帧，给它拖到不能再拖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我们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为了方便去看呢，我们将物体名字这个空对象把它样式改一下，改成 star， 改成星星，然后朝向是 Y 轴，把颜色改成红色，这样方便我们在视窗里面去选择它。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模板复制一下，然后 Ctrl V 复制过来后，选择这个模板和我们的零碎物体独显一下，层级也选上，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的物体。接着我们就一个一个替换咯，找到这个纸巾，把模板拖到纸巾层级下，然后右键一下，给它归零，就是跟随我们这个纸巾的位置接着调整一下它朝向，个180，就是朝回我们摄像机的位置。要是觉得不太好看到呢，你可以把这 cube 给它一个透显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去看它的位置。大概放到它的底部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模板拖出来，纸巾模型拖进去，删掉，这样呢一个动画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纸巾的主截掉，不要让它有太多的层级，直接把它命名复制过来，把这空对象删除掉。接着呢，我们继续去给这个垃圾桶做一个模板替换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垃圾桶我们是没有那个旋转动画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板的旋转动画给删掉，找到它的旋转关键帧，然后删除掉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剩下的替换过程呢，就加速播放一下。那我们来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替换掉模板之后它层级颜色没有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再重新给它添加回来，我们直接中键全选，然后给它添加到黄色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匹配回主物体的切换。我们取消一下独显，看一下在第几帧的时候做一个切换。
上跳，大概在28帧的时候就开始往下压缩，我们给个标记，然后拖过来，往下压的时候往上跳，然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跟主物体一样的。好，那匹配完之后啊，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？那现在动画都是全部一起消失了，是吧？我们再给它的关键帧呢，错开时间。我们先选择到纸巾，把它中间全选，然后把它关键帧往后拖大概3帧左右。接着呢，把这个垃圾桶也往后拖，拖到更后面一些，在它在纸巾的后面。这两个拖鞋呢，也可以稍微错开一下。把右边拖鞋把它往前拖哟，2帧。好，现在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再看一遍。这个纸巾呢，也可以等它整体往前移动1帧，然后最顶部的这个纸巾啊，可以再往前1帧，让它先跳起来。播放看看效果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纸巾啊，有点穿模了，是吧？我们可以让它弹跳的位置啊高一些。我们找到纸巾，来到曲线面板，直接把它的高度呢调高，把它拉高一些就可以了。看会不会太高了，再往下调一点。掉下来，掉下来的位置呢，也可以不用跟它们一样，也相应的调高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给另外一个纸巾啊，它的高度呢也稍微有一些不一样。我们找到这个纸巾，看现在很多关键帧很难找，是吧？那我们可以选中这个物体，然后开启这个读写我们的关键帧啊，就会只显示我们选择到的物体，这样呢就很清晰了，是吧？那么直接选中位置，来到曲线面板，把它往上拖，不要比最顶部那个纸巾的位置高啊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整体播放看一下。可能这个垃圾桶有点太迟了，希望它再提前一丢丢。好，该这样子吧。这个纸巾呢，也再往回1帧。我们开启这个只显示模型的模式，看一下，因为刚刚太多那些线啊什么的挡住我们视野了。那我感觉这两个拖鞋好像跳的不够高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为参考，它好像跳的挺高的。那我们同样的操作，直接选择到它，开启读弦，调一下它位置。我们把2个弹跳都选择上，然后给它一起调一下，然后曲线面板直接往上拉它高度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播放看看效果。我们关掉关键帧读显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第一个场景呢，就很快的做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2个场景的零碎动画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先播放看看。可以看到这2个文件夹，它用的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做的动画模板，只是把它反过来了，就是它弹跳的时候是出现的。这个纸呢，就是用了一个样条约束，让它沿着路径这样子
做了一个偏移，然后再加了一个 Formula 公式效果器，让它稍微有一点扭曲的感觉。然后像这几个子团啊，我就是直接 K 了一个缩放，然后结尾呢就 K 了一个消失，中间呢就是给了一个钢体，然后直接让它出现的时候就掉落下来，然后滚滚滚就消失掉。这支笔呢就非常简单了，就是一个缩放出现，然后稍微的有一些回弹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回到 C4D， 好，为了方便知道我们出现和切换的时间啊，我们可以再打一个标记，先把这个标记给删掉，看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？大概在44帧左右，打一个标记，然后100帧的时候开始切换。接着我们找到办公椅的零碎物体，给它强制显示一下。那我们先来做这几张纸的动画吧，直接读显。好，我们切换到正视图，先来画一下它运动的曲线，是一个大 S 型。好，大概这样子。来到正面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不要让它超的太多出去了。直接缩放，就是一个 S 型的下来。我来透视视图再调整一下，因为它这个线肯定是有一些弧度的嘛，不可能是一整根平面下来，这样不太好干是吧？继续调整一下，让它有一个弧度，像一个滑滑梯吧，像一个滑滑梯一样。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把这样条啊拖到纸张层级，然后给这个纸呢添加一个样条约束，把我们的样条拖进来。它模式啊改成保持长度，就是去保持我们模型的一个长度。我们先打开一下关键帧的读显，这样更方便我们观看。我们先 K 一下位移，直接到结尾呢给它 K 到100。好，我们播放看看，现在就很平是吧？就是没有在空中遇到阻力的感觉。那我们在中间打上一个关键帧，来到曲线面板，把它曲线呢给它拉平一些。好，播放看看，可以把它最后关键帧的手柄呢拖回去，给它一个缓入的曲线。好，感觉可以缓入再猛一丢丢，那往上、往下拖吧。再播放看看效果，感觉中间停的太慢了。再来调整一下曲线，那要往上拉一些，然后单独调整一下这个手柄。播放看看，我们让它的关键帧间隔啊稍微短一丢丢，拉回来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曲线，让它的曲线呢显得可能更加平缓一点。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给它做一个消失动画，给它2打上关键帧。到结尾的时候呢，就给了一个消失。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样条和这张纸啊 ，Alt 加 G 打一个组，命名一下，叫纸1。
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复制哦，然后调整一下它的样条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的操作呢，就快速的看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调整完后，就可以把这些没有动画的纸呢给删掉，再给一个 Formula 公式效果器，让它的纸张稍微有一点抖动。在这里按住 Shift 直接添加下来。好，现在添加效果器很大，那我们把它切换到模型模式，缩放一下，看到它现在有一个扭曲是吧？那么把它旋转到负90度后。再旋转一下，接着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参数啊，让它给一丢丢就可以了。这里给个1吧，然后这里输入0.05，我们播放看看效果。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有一点飘飘飘的感觉，可以再改变一下它扭曲的方向。感觉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独显关掉后，选择到这几个纸团，我们接着来做纸团的动画。那我们先给纸团 K 一个做放的关键词啊，111，然后拖过来，再 K 一个0000，全部打上关键字，直接复制一份到后面，把它的位置调换一下。好，它关键的间隔稍微缩短一点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纸团啊调高它的位置，然后它的高度呢也让它错落不一，让它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。接着再添加一个平面，然后这平面呢给一个碰撞体标签，纸团全部选中右键给一个钢体标签。接着我们拖到第0帧，从0开始播放它的动力学效果看一看。播放。好，现在它掉的太猛了，已经穿模了是吧？因为我们这个场景建的模型都比较小啊，所以这个纸团就更小了，那它受到重力的影响就非常的大。我们 Ctrl D 来调整一下它的重力，我们给个100试一下，播放看看效果。可以稍微再减少一丢丢，因为我想着是可以让它一直的稍微有一点滚动，然后再消失，就不要说完全停下来再消失了。再播放看，感觉可以再给少一丢丢重力，给到80吧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这个重力呢，就不一定是要完全和我一样的。在同学们做的时候，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来调整，你也可以调整到500啊、300啊，自己去试一下。这种参数呢，就不一定是固定的。那我们先把它烘焙一下吧，直接烘焙全部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平面啊，给它先关掉，取消一下独显，看一下接下来做哪个动画呢？还有这2个文件夹，这2个文件夹我们就可以套用之前的动画模板。我们回到
这动画模板这里将模板复制一份出来，然后把它取消隐藏一下，将它的关键帧呢往后拖，这样我们时间轴界面更加的清晰。现在就来修改一下，这修改也很简单，直接把它的缩放按住上面这个黄色条条，把它反转过来，这样就是一个出现的动画了。播放看一下效果，先把它的关键帧对齐一下吧，然后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好，现在就有一个出现的动画了，是吧？我们回它关键帧呢，可以稍微拖回去一些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这个模板，去把它的文件夹给替换掉，选中这两个文件夹，然后读写一下，把我们的模板复制过来，拖到文件夹层级下，匹配一下位置，也是相同的操作啦。旋转，然后拉低一丢丢，接着拖出来，把我们文件夹模型拖进来，删掉，命名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就不能直接复制了，因为我这里的模型用的是实例，但是把这个复制过来呢，然后再把这个删掉，那这个模型就没掉了。我们直接重新复制一个模板进来，把它拖到文件夹层级下，右键归位一下。然后现在不太方便观看，那么把它拖出来，直接旋转匹配一下位置就可以了。往下拖一下位置，这样差不多。然后把文件夹替换掉 Q， 删掉，重命名一下层级。然后我们可以按住鼠标中键全选这两个物体的模型，这样呢，它的关键帧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时间轴里面，因为我们刚刚开了这个关键帧读写嘛。我们切换到摄像机视图，取消一下模型读写，我们来匹配回我们物体的一个切换时间，往前拉，在它这几个拖鞋掉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文件夹就出现。现在这样不太方便观看是吧？那么我们把这读写呢给它取消掉，我们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两个关键帧，看一下，全选，让它高亮显示。好，这一堆，再播放看看，现在有点迟了是吧？我们往前拖动一丢丢，然后呢，上面这个文件夹穿模了，那我们同样的找到它的位置关键帧，调整一下它的高度，那弹高一些，这样就不会穿模了嘛。我们将缩放的这关键帧啊，让它往后拖2帧、3帧吧，这样呢就不会看到它一个从小变大的过程，更好的去衔接。可以再往前一丢丢，我们出现的时间呢，可以让它更多一些，往后拖一下关键帧。现在这线有点太多了，我看都看不清是吧？只显示模型，来看一下效果，好像太早了一些，我们再往后拖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拖鞋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文件夹就上来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可以给这两个文件夹，我们先把只显示模型取消掉。我们需要来创建一个新的空对象，按住 Shift
直接在它的层级下创建一个空对象，然后把2个文件夹都拖进去，再重新命名一下文件夹，直接用这个空对象去做它的消失动画。打上关键帧之后，来到第97帧左右，接着103帧给一个000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关键帧，看一下播放，看一下效果。让它旋转的时候，快碰到我们的文件夹，就让它消失掉。所以我们往后再拖几帧，让它在大概99帧的时候开始播放消失，让它速度可以再快一些。我们还是只显示模型，看看效果。那这样看着有点普通是吧？只有一个缩放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它缩放的时候去添加一个拉伸，直接来到中间添加一个关键帧，然后这两边呢 X 这一轴稍微挤压一丢丢。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效果，这样它就有一个形变的感觉，可以让它形变更猛一些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剩下这支笔的动画，同样的操作，先独显这支笔，后来到透视视图。那我想给它的一个出现，还有一个在地上滚的感觉。我们拖动一下它轴，可以看到现在 P 轴、J 轴都在变化，那这样我们很难去做它的动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冻结它的 PSR， 让它全部数值都归0。这样拖动的时候就只有 X 轴是在动的。我们来到第40帧左右，做一个出现的动画，你给它的 XYZ 打上关键帧，把它拖到后面，打上000，就是一个出现的动画嘛。那已经做了挺多这些出现动画，应该都很熟手了吧？我帮看看效果。出来之后呢，会有一个移动，好，看一下是移动哪个轴 ，X 轴，给它移动，去稍微给一点距离，给个3左右差不多。移动之后还会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回弹咯。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回弹去增加它的细节。这第一帧复制过来之后，感觉太多了，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数值，往上拉，回弹稍微小一点。接着再给一个回弹，让它的回弹逐渐降低。拖动一下关键帧的位置，让它间隔开一些。先滚，可以把它整体拉开。好，现在还是太多了，这个回弹，我们将它回弹呢再调少一些，像一个秋千一样，摆，然后最后就是完全停止了。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曲线，让它是一个很快的速度出来，然后逐渐变慢。那曲线呢稍微往回拉一些，我中间这个稍微往外拖一丢丢，这个就不用像之前拖的这么猛啊。现在出现的时间太迟了，所以我们把它曲线也调整一下，让它是一个缓速的状态，就是先快后慢。好，
那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旋转，让它看起来是在地面上滚的感觉，滚滚滚，然后看起来是 H 轴，打上关键帧，先往前转360度左右，啊，应该是负360度，然后往回的时候再回来一些，然后又再往前移动，再稍微的有一些往前的旋转，最后就不转了吧。好，大概这样差不多。那结尾啊，就直接给它一个缩放就可以了，给个000。1的这个关键按住 Ctrl 复制过来。哦，缩放的时候呢，同样的，我们给 X 轴也稍微的给一些数值，让它往前滚的去缩放。旋转也给它旋转也给它 K 一些吧，虽然可能这么小的笔啊也看不太到。然后要取率，把它的速率呢集中在中间。好，来到摄像机窗口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感觉它往前的位置啊可以再明显一些。然后呢，把它的缩放关键帧啊往后移2帧。好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加有趣了。摄像机视图啊看不太清，还是在透视视图看的比较好。那我们这个动画也做完了，取消一下读显，再整体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几张纸啊有一点穿模了，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它样条的位置。取消读显模型，选择到这几张纸，把它直接往下压一点，然后再往上拉，让它点的位置呢不要太贴近地面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接着来做下一个场景的动画。我们同样的打开参考视频看一眼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也同样的都是一些缩放动画，然后这个叶子呢，就是用了一个玉去做它的生长。就结尾这里啊，右边这个红色的花盆用了一个样条约束去做它的形变，让它像一个管道一样啊，给它穿过去，跟垃圾桶做了一个切换。我们回到 C4D， 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先做一下物体切换的标记啊，我们把这2个标记删掉，往下拖呢就是删除了。看一下什么时候切换。好，大概也是102帧左右去做物体的出现，然后163帧的时候做物体的消失。我们找到沙发场景，然后把零碎物体呢，它的强制显示打开，找到这3本书，给它读显一下。这3本书啊，我们这3本书我们同样的可以用剪映效果器去做它的出现。那我们直接打一个组吧，直接重新命名一下书本，然后也是相同的操作啊。那我们添加一个剪映效果器，把它拖进来，后记住了切到
模型模式，位置勾选掉，我们需要它缩放是-1，接着给一个线性域。好，我们新创建线性域非常大，我们需要切换到对象模式下，然后把它缩小一些，旋转一下角度，把它拖过来，来到透视视图看一下，把它位置可以放到书本这里，接着给它的 Y 轴 K 一个动画，把它放下去，然后往上移动的时候就是出现了。好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那的间隔稍微短一点。好，那它消失动画呢，我们直接复制一个，然后命名一下吧，叫消失。第一个叫出现，把消失这个线性域拖到简易的域里面，然后把它模式改成 Mesh。接着还要把它的映射反向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的关键帧往后拖，往上的时候呢，它就有个消失的动画了。我们把关键帧再往后拖一些。好，那现在还差一个什么呢？还差一个晃动，所以我们添加一个 Delay 延迟效果器。好，记得把延迟效果器放在 Play 简易效果器的下面，这样它才会起效果。我们可以把它的旋转给勾选掉，还有位置也勾掉吧。然后切换到模型模式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我们忘记把它的模式改成弹簧。现在就有这个效果了。好，那我们书本的动画就做完了。关闭读显，到下一个物体，到这个花盆，选择花盆，然后读显一下。我们还需要将它的轴心移到底部，因为我想要它的动画是从地面冒出来的感觉的嘛。要是放在中心的话，就不是那种样子啦。相同的操作也是给缩放去 K 一个动画，打上关键帧之后，拖到前面，这里忘记这里关键帧漏 K 上了，我们给它补上，然后打上000。好，然后现在播放看一下，现在很慢是吧？我们把关键帧间隔呢拉挤一些，这个速度差不多，然后复制这个关键帧过来，做一个回弹的效果，给中间这个关键帧一个拉伸的效果，1.2，0.8， 0.8，看一下效果。接着还需要一个往下的压缩，然后那就 Y 轴给个0.9，其他两个轴呢给个1.1，最后再变回到1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感觉这样可以。接着我们再给它的位置可以一个弹出来动画，有点像一个蘑菇一样就从地里面蹦出来，然后再落到地面上。播放看看，我们的位置稍微给多一丢丢，给到75左右吧。好，播放看看，感觉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。我们把它间隔呢再拉窄一帧。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结尾再去添加一个缩放消失的动画，缩放打上关键帧，一样的，直接给一个0，看一下速度。
感觉可以。那我们中间啊，就像之前一样，可以中间去给它一个变形的过渡。好，我们把它拖过来，接着再去 K 它里面的叶子的动画。那3个叶子比较简单，我就不再重新打组了，直接先 K 一个缩放。好，那再给它一些旋转，看一下哪个轴 ，P 轴，P 轴全部打上关键帧之后，现在看不到它旋转位置啊。我们来到透视视图，那缩放的时候看一下，往前是给个-39度，然后拖动一下关键帧，那蹦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生长了。好，我们把它速率调整成一个缓出，就是先快后慢。再来看一下效果，好，可以再往前让它蹦出来的时候，要跳很高了是吧？这里呢就可以开始生长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再全选这几个叶子，按住 Shift， 给一个 Jiggle 颤动变形器，先播放看看效果。现在很猛是吧？那我们给它的强度减弱，给它60，然后硬度呢也给它60，这样能尽可能的去保持它的形状。看着还是有点猛啊，那么强度再给弱一点，给到40试一下。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还可以把每片叶子它出现时间啊，给它错开1帧，这样呢细节就会更多。1帧不太明显，我们再错开1帧，就一共错开2帧，看看。这样可以。那我们接着去 K 另外一个花盆动画，我们取消一下独显，找到另外一个花盆。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刚刚做的这个缩放出现啊，给它复制过来。我们复制它的关键帧 ，Ctrl+C， 然后先给花盆的层级打上一个关键帧，这样它才能复制。然后直接复制过来 ，Ctrl+V， 把结尾的消失给删掉。那么因为刚刚 K 了一个1的关键帧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关键帧变成0。这样就有个出现的动画啦。把它拖到前面来。同样的，我们选择到花盆它整个层级啊，然后独显一下动画。那么花盆的出现动画有了，接着就可以做一下叶子了。先给叶子的这个根给它 K 一个动画。好，我们直接去 K 它 in the goal 结束生长，把它先是变成0的，然后到100，涨，会长出来是吧？那我们的叶子怎么出现呢？一样的方法，也是用一个剪映效果器做一个缩放出现，给我们的克隆添加上剪映效果器。好，这已经添加上了。接着给它缩放勾一个-1，一样的添加一个线性域，然后调整一下线性域的大小，把它的位置移过来，这样拖动它就有一个生长的过程了。把它压低一些，然后再去 K 它的位置，给它的 Y 轴，K 一个向上轴，然后叶子出现动画也有啦。那我们可以稍微错开一下，让它的根先生长，然后叶子再次生长，可以再错开一点，
把花盆的主线动画也错开，大概错开1帧就可以了，和花盆。接着还可以添加一个延迟效果器 ，delete 延迟效果器，把它拖进来，一样的给到我们的克隆，把 pose 给勾掉，然后切换到谈话模式，看看效果。感觉这个根呢可以再提前1帧出现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接着再去做一个叶子的消失动画，其实就是反过来而已啊。它的根消失，直接给一个反向动画，根消失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考里面，消失的话，它叶子会往回缩，是吧？那我们可以去 K 我们克隆里面这个偏移，偏移它树叶的位置。现在拖没有效果是吧？因为我们的延迟效果器影响，所以我们把它先关掉。拖，好，不是 K 偏移，那我们先取消掉，应该是 K 这个 end 结束。好，我们给 end K 上关键帧，然后变回0。接着另外顶部的叶子呢，我们就需要去 K 它的偏移了。好，这样它的叶子呢就移动到底部了。那移动到底部之后呢，它还是没有消失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需要把线性域的位置给它往下移动，这样叶子消失的动画就做好了。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关键帧的时间，看一下会不会太快了。我们可以让它消失时间充裕一些，把它拉长。好，同样的，叶子先走，然后根再走，这样就能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。那接下来这个花盆呢，会去衔接我们最后一个马桶场景里面的垃圾桶，所以我们需要先关闭一下图显。我们找到马桶场景里面，把零碎物体强制显示，然后找到垃圾桶，接着还需要把花盆也选上，一起读写一下。我们需要去画一个样条，然后样条的落点位置呢，就是这个垃圾桶。先来画一个弯曲的样条，后来到透视视图看一下，这移动很奇怪。我把摄像机换成模型模式。有时候我的场景太小呢，它就会移动起来比较困难。直接旋转一下它，把它这个落点的位置呢定在我们的垃圾桶这里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把这个点呢也尽量放在花盆的中心。来到摄像机视图，把它拉宽一丢丢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那么把这个样条拖进来，拖到花盆的层级下吧。接着再给花盆一个样条约束，刚刚画的样条扔进来。好，现在看得很奇怪是吧？我们把它轴向呢切换回正 Y， 这样我们就能去 K 它的一个变形了。我们来 K 一下它的 To 和 From， 拉回来一点，让它一开始还是一个花盆的造型。好，下来稍微低一点，尽量贴近我们原本的一个造型啊。出去，然后我们的缝呢给到它58左右吧，然后 To 给到84，播放看一下，太快了，现在我们拉宽一点时间轴，我们调整一下关键帧。
再让它快一丢丢。这样感觉差不多。那可以看到，我们添加这个约束样条后，它的位置有点歪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强度，K 一个1帧的切换。好，我们直接给到0，然后1帧的时间就切换到100%。现在看着它还是很突兀，是吧？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一个预备动作。我们找到这个花盆，给缩放，添加一个往下压的动作，直接给个0.8固定参数1.2，跳上去的时候就变回1。看一下，感觉那条约束动画可以再快一点，因为它弹出去呢力度应该挺大的。好，感觉这样差不多。还需要去给垃圾桶添加一个动画。那我们一样的，把垃圾桶的轴心放到底部来，接着给它的 XYZ 全部给上关键帧，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关键帧在哪里，在顶部这里。我们直接忘记把轴心给关上了，直接位移一下去匹配它的位置。把关键帧统一往后移，拖动一下时间轴，看一下在哪一帧去接它呢？大概在161帧左右这个位置。好，掉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的旋转也稍微给一丢丢，给它的 B 轴K 一些旋转。然后像这个垃圾桶看着比较小，我们给它的缩放呢也 K 一个动画，让它的大小尽量去接近我们的花盆，大概是1.2的样子。掉下来。掉下来之后还需要去给它一个回弹。一样的参数，我们0.8，然后0.2复制过来，接着1.1， 0.9复制过来，最后到1，让它有一点软软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，你再挤一些，回来1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K 一个显示的切换，先给垃圾桶 K 一个显示切换，先是关闭了，然后再跟随回我们的层级，再来给我们的花盆呢也去 K 一个显示的切换，先是跟随层级，然后再关闭，播放看一下效果。感觉垃圾桶的速度可以再快一些。我们框选这4个关键帧直接往前拖一下。好，又太快了，再往后拖1帧，这样可以。那我们拖动时间轴可以看到，这个花有点穿模了，所以我们让花的消失时间更提前一些，直接框选到这一堆关键帧往前拖，让它更早的去做一个消失。好，这样可以。那我们把这个的令颜值效果器打开，看一下最终的效果。
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取消一下读显，接着来到最后的这个场景，我们一样的打开参考视频看一眼。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场景，它的物体动画是怎么出现的。好，我们拖动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把前面的动画给反过来，前面是一个弹跳消失，那我们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弹跳出现的动画，然后还会有一点点的回弹。那我们回到 C4D， 可以先把最后这些不需要的物体啊，我们把它删掉。我们等一下直接去复制前面场景的物体过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把它删掉，这两个纸巾和这个拖鞋选中，然后删掉。垃圾桶呢就不用了，因为垃圾桶我们已经做好动画了嘛。那我们拖到前面，选择到这几个纸巾，然后还有这3个纸巾，还有一个拖鞋，按住 Ctrl， 直接复制到最后一个场景里面。接着来读显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关键帧也开启读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不到是吧？我们鼠标中键全选，全选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它的缩放关键帧呢，给它调换过来。我们刚刚做文件夹的时候也是做过相同的操作，然后把它匹配，把它匹配回来，对齐一下。其他物体的关键帧也是的，这里呢我们快速的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太高了，因为我们之前调整过它的落点高度。我们中键点击这个物体，然后把它掉落关键帧了，调整一下，直接把它往下拖，拖到第1帧的位置差不多。那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回弹。我们直接复制这个关键帧过来，再复制一个，然后调整一下中间这个关键帧的位置，把它的我们点击一下缓出，然后调节一下手柄，一样的就是把它中间这个关键帧啊，手柄往两边拖，然后再看一下效果，可能最后这个关键帧呢往回拖一些。我们把读显的关键帧给取消掉，播放看一眼。好，这样可以啊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它这个回弹了，去给其他物体。这里呢，我们快速的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需要全选这些关键帧，把它匹配回我们的最后一个物体的切换。我们先关闭一下读显，接着拖动一下时间轴，看一下在哪里进行一个切换。好，大概在163这里，因为之前也打了一个标记是吧？拖动看一下效果。好，现在太多这些效果器啊、线啊什么的，那么先只显示模型看看，太迟了，我们往前拖，可以再往前拖一些。像我们这本书啊和这个花盆的动画，也可以让它提早一些，现在看着有点慢了。
取消一下，然后找到这个输的关键帧，直接中键选择，然后把它这个消失关键帧啊往前拖。它椅子开始变化的时候，我们书就可以做一个消失了。还有花盆，找到花盆，点击，好，往前拖一些，先把这狗关掉。我们再只显示模型看看。好，看来我们的这个叶子啊还需要早一些，因为可以看到现在它的根茎都还没有消失完，叶子也还没有消失完，然后它的花盆动画就开始走了。那我们找到花盆的这些关键帧，好，就是这一堆，直接把它往前拖，好，让它消失完了，我们的花盆再开始走。再播放看看效果。那我们的纸巾啊，可以稍微的早一丢丢，在我们的花盆已经到了半空中的时候啊，这个纸巾就可以出来了。中键全选到它的关键帧，好，这一堆把它往前拖大概3帧左右。我们再只显示模型看一下，我们拖到前面看一眼。好，现在差不多。那可以看到这几个纸啊有点穿帮了，再来调整一下它的样条位置。我们选择到4个样条之后，切换到点模式下，直接框选一下顶部这些点，把它拖上去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飘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穿帮，这一张我们单独选择它的点，点呢再往上一些，好，再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把刚刚关闭的这个巨狗啊，给它开启上。好，是在这个花盆的叶子，给它缓存一下。我们找到缓存，然后点击一下缓存。好，那我们只显示模型，然后用动画预览看一下效果。这个马桶的细分有点少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细分，看一下效果。直接找到马桶最高的这个层级啊，直接添加一个细分曲面。那么拖动看一下，我们给了细分之后啊，它里面这个面会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把它的样式切换一下，切换成第一个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给开头的马桶也添加一个细分曲面模式呢，也统一成第一个吧。那现在就可以了。也把沙发的细分开启，接着还有我们的巨狗也把它开启，把这2个巨狗呢也烘焙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用动画预览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下摄像机的动画。
那为了视图不这么卡呢，我们先把细分全部关掉，找到过滤里面，然后 Object 里面有一个细分，把它双击之后，把这里的开启给勾选掉。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的全部细分呢就已经关掉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K 一个摄像机的动画，我们来到摄像机这里啊，现在层级全部展开很麻烦是吧？那我们直接右键把它全部折叠，这样子就清晰很多了。我们再次回到摄像机，把保护标签给删掉 ，Auto 加 G 去打一个主，我们把动画呢就可以在这个空对象上面重新命名一下，直接命名一个 Canva。我们来到透视视图，看一下，我们直接 K 它的这一轴行不行？好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摄像机动画，就是慢慢的往前推，推，大概这么多吧。好，422。那打上关键帧，可以读写一下关键帧啊，这样看起来更方便。好，一个很缓慢的推进，可以再慢一些，缓慢的推，感觉太多了，可以再慢一些，把它拉下来，后再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。我们给它一个曲线，让它的速率呢集中在中间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关键帧的时间，让动画一开始呢，我们摄像机就往后推。前面就相当于是给观众一种神秘感，让他慢慢的往前推，看一下这个马桶到底要干什么。然后突然间动画开始了，我们赶紧往后撤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希望整个动画它还会有一点慢慢的往后运镜的感觉。那么直接把最后这个关键帧复制到第200帧。把这一个关键帧呢调整一下，把它位置啊稍微的往上拉一丢丢，因为我们要保证头尾的位置是一样，这样才能循环起来啊。让它往后退最快的那一下是在马桶起跳的那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再用动画预览看一眼，播放看看。因为后面发现循环的时候，中间这个片片呢，在前面其实是没有的嘛。那我们就让它合上的时候，就给它 K 一个消失掉。好，我们找到这个中间这个片片，在底座里面，就是我们之前用来封洞的那个片片。然后在它合上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给它 K 一帧消失。好，先是跟随我们的层级，然后它一合上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给它 K 一个消失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呢，循环起来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动画就真的是全部做完了，接下来就到了渲染环节。